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吴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张思刚，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邱明玉，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大家晚安。好，那我们的关税是不是真的已经定案？现在就只等台美双方在做最后的一个包括声明啦、联合声明，是到了这个阶段吗？因为明天就8月1号了，你再怎么拖，时间也是要到了，好不好？那关税到底会多少？对不管所有的行业来讲的话，对整个台湾的经济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影响？当然，它对国内整个政治氛围又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因为726虽然第一阶的罢免都已经结束了，那莱茵这个地方大获全胜，但是823823有7席的罢免，那这7席现在对于绿营来讲的话，对于罢团来讲，尤其是对绿营，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这？你看到包括当赖清德主席已经讲要跟公民同行，然后也希望所有的包括党政公职这些人都能够下去帮忙。但是这样下去以后，对民进党来讲的话，真的能做到同心同德、背水一战吗？背水一战是要有要件的，同心同德就是所有的人大家都要口径一致。当然你也听到，包括王世坚委员他讲说，真的为了他好，是不是要撤吧？在民进党内部也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些的抨击啦，或怎么样。那在未来到823以前，绿营到底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呢？好，那这整件事情一路往下看，那你也看得到，对国内来讲的话，当然你说包括风灾啦这些所有的，对整个政治氛围会不会有一些的影响？好，不过如果要讲到一开始823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会不会也影响到这个氛围？那1万块钱行政院已经决定了，不复议，反正复议进去，结果也是这个样。那找时间申请释宪，意思就是他不认同这个1万块钱，认为有违宪立宪的问题。但是这整个事情到了823又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那当绿营现在很多地方，因为地方是蓝营执政多，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在地方议会纷纷发起说，那这样子中央1万，你给我2万的、3万的、4万的，对蓝营来说又该怎么样面对？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先看823，这是整体在未来到8月23号以前国内整个氛围。一善是。赖清德主席昨天，国民党跟民进党都开中常会，两党主席都对823讲话了。朱立伦说这是他任内最后一场大仗，寸土不让，一席都不给过。那赖清德主席这个地方是在讲说，那除了道歉以外，然后说要跟公民同行。可是公民同行这句话前面也讲过，罢团现在意思是说一军出动吧，你不能叫我们就是业余的跟人家职业的啦，不能叫我们去跟他们。包括你说从卢秀燕啦、韩国瑜啊，所有这些人打，民党现在态度到底要怎么样？问吴峥就知道了。那个他们开始可能剩下7个选区啊，7个8区823之前，大概民进党的党公职都会进驻啦，而进驻就是所谓的一军嘛。吴峥不算一军，那谁算一军？对不对？已经是一军都要进驻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要讲的是选举啊、罢免啊，政党有输赢。公民运动没有什么输赢啊，公民运动一定是不断往前嘛，而且823这个2阶完成之后就没有回头路了，因为2阶完成之后，你进到法定的投票程序，你就必须把它投完嘛，所以政党必须去实践他选前的承诺嘛，罢前的承诺嘛，2阶段完了之后，是不是民进党有说我们要跟公民前行？所以你不能说7月26败了之后就不同行啦，所以民进党做到了对于公民罢团的所有承诺，接下来823要继续同行嘛？反而是谁违背了选前的承诺？726之前普发1万呢？王宏威回来了，徐小新回来了，傅崐萁回来了，1万元不见了。现在傅崐萁、王宏威、徐小新都开始反对发1万普发现金的问题啦。他们都说行政院发，他们地方政府都不发，这样的逻辑是不是跟你选前的逻辑完全不一样嘛？背弃承诺的是国民党。遵守承诺，信守承诺，即使这个承诺对于823之前，对于民进党还是有伤，但是政治承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不要信守726？不管输赢，我的承诺要继续走下去嘛？这个是一个政党的 guts 啊！所以国民党不要再见缝插针，说什么王世坚是英系。我再讲一次，王世坚是奸系。不是英系，英系蔡英文本人在选前选后都发文支持公民罢团，都支持赖清德总统，这才是蔡英文总统的
态度，而这种态度非常清楚。所以说什么啊，王世坚是英系啊，英系不挺赖系，拜托，王世坚就是孤鸟，就是奸细哦。回过头来，对于所谓的赖清德总统的满意度有没有伤？因为他其实就是一场大型的选举嘛。当然，大型选举完之后，你政党输了，当然会对所谓的满意度也好，政党的支持度也好，都会有所影响。但是看的是什么？有没有跑到国民党那边？所以这一次今天最新的民调，民进党掉了7%没错啊，但是这是7%要完全算罢免吗？我觉得哦，要南部风才更严重，一定会有影响。南部的还是民进党最大的基本盘嘛。南部风灾，如果现在的所有的灾民都还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你觉得他会挺民进党吗？当然不会。所以这部分一定有影响。但是国民党有没有增加？国民党反而掉了0.1%嘛，民众党有增加啊，所以你那个黄国昌这一次大胜，民众党增加了0.9%嘛，但是看起来就没有在显著差距之内嘛，所以蓝白在这次大选有没有赢得民心？也没有。民进党躲起来了，民进党的支持者因为败选之后的不表态，会形成这种沉默螺旋嘛？这反而是民进党未来要去思考的问题，而赖清德也更要思考的是一件事情。过去希望透过大罢免取代解散国会来做重新改选的这个解决所谓的朝小野大的问题，但是现在民意告诉你，他就继续维持朝小野大。赖清德就是一个少数总统，而未来总统、行政院跟立法院之间要如何磨合，才是最辛苦的时候。来，我觉得你要代表民进党摆出态度。然后有人讲说，打仗最重要是态度，胜负先不讲。尤其是前面内仗那个结果，大家都知道。是。那当霸团声声呼说一军要出来，因为这毕竟是政党之间，那这是政治的一些的问题。你们现在好，所谓的一军有吗？所谓这7席，你们现在态度会怎么样？我想昨天赖清德主席在中常会上其实有宣示了，就是包含说，其实刚刚奕善也提到，我们就是要跟公民同行，然后去把这个7个选区，跟公民坚持到最后一刻。因为当然大家知道这7个选区的难度是很高的，选区结构是很艰困的。但是就像武哥提到的是。你这个政党基本上要走长远，你要让人相信你的价值、你的方向。所以，既然我们之前已经跟台湾人民有诉求过，说我们认为国民党过去这1年在立法院很多所谓毁宪乱政的，是这个不适任的立委。那你现在不能因为结果出来不是我们期待的最理想的，就说对不起，我认错了过去这些事情都不发生。我想这样的话会你的信用度人家会失去，会觉得说那你讲话反反复复，那到底以后我不要相信你呢？所以不论是说跟公民团体继续坚持走在一起，或者说我们的诉求没有改变，我想这都要继续。但是同时民进党也要检讨，包含说这几天我想其实大家都在检讨说，是不是在这样的运动里面，可能例如说诉求单一例如说有反共护台的国安方面的诉求，但是不是民生方面的讯号，可能例如说被1万块压过去了，或者大家对政府的执政满意度，或例如说救灾等等有不同的因素影响到，我想这个我们都要去检讨。那特别包含说也有人会认为说民进党是不是我们的基层的票这次开的比例还没有酸到像是国民党这么紧因为像小笠原欣一教授大概有做一个统计嘛，就国民党平均的以立委得票来看是平均有开到90%，那可能民进党才80%多，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确实略差一截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要来检讨，都要来修正，然后去强化。但是整个运动的方向是一贯的，包含我们认为是罢免运动是公民先行，然后我们跟公民一起努力，这个不会变那包含说我们认为说立法院一切立委确实有不适任状况，这也不会变。那所以这也牵涉到1万块钱这件事情了，就是说，因为今天行政院有一个新的态度出来嘛，行政院表达说，这个1万块不会复议，但是会提释宪。所以我想，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现在要跟社会去有交代，就是包含说，因为大家之前啦，其实大家就觉得说，行政院复议好像比较多是在展示一个政治上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你立法院就是蓝白过半嘛，你复议也不会改变这个事情嘛，对不对？所以行政院今天提复议是可能在政治上表达说，好，我政治上没有要继续升高这个张力，我们要继续在政治姿态上做对抗，但是包含我们之前认为说，由立法院立一个法，然后要行政院增加支出，这个是违宪的。那这个立场我们也不能改变所以还是要送到宪法法庭来去让宪法法庭做最后定夺。可是这件事情在这一次的大罢免，
不可讳言，1万块钱，因为等一下小玉他们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民调内容，就一定是有一些民众觉得这1万块钱对于他的投票意向是有影响的。那当行政院讲说我不复议，因为复议基本上大概浪费时间了，进去结果是一样嘛。那我要申请释宪，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讲说，所以行政院觉得这样做法是违宪的，我没有办法去照你们立法院的案子，然后去发这1万。会不会担心这样的一个态度跟说法，会让蓝营在823之前再把这件事情再来一次？我觉得行政院今天就传达出一个讯号了，其实就是只要这个事情合宪，我们就做。OK， 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因为我想其实国民党蓝营的朋友应该也会同意吧，我们国家的施政要在合法合宪的状况下进行。那既然这个事情民进党认为违宪，有宪政上的争议，我们送到宪法法庭厘清嘛。那当然，宪法法庭现在人数是不足的，只有8个大法官。所以，可是这边也要看嘛，因为包含说未来宪法法庭，我们照现在新的规定啊，是要最少要10个大法官开会，9个大法官同意才可以做判决嘛。那现在只有8个，也就是说，未来如果宪法法庭可以去处理这个案子，那一定是有立法院包含蓝白同意的大法官人选进去宪法法庭里面。那未来宪法法庭如果大法官都觉得这事情是违宪，那当然不能做。那如果蓝白也同意的大法官人选也觉得这个事情是违宪，对不对？那我想这个事情应该大家就要有一个朝野共识了，我们不要去破坏宪政。那吴真，请问一下，刚刚讲说霸团声声呼说一军下来吧，你们现在所谓的一军，我们可以大概点得出来嘛？南投2席，台中3席，是，然后新北我们讲也新店1席嘛，然后新竹1席。那你们所谓的一军现在有什么样一些具体？譬如说谁督战哪个地方，谁怎么样让霸团或是让民众晓得民进党的态度就是我都已经派这样的人出来了，你们不会觉得我不会全心打这一仗吧？有这样一些规划吗？我想这个我们党部其实这礼拜都在进行盘整了。你们不会觉得我不会全心打这一仗吧？有这样一些规划吗？我想这个我们党部其实这礼拜都在进行盘整了。其实首先第一个事情，我们包含已经有组织部要针对726这24区每一区的开票都要去做事后的追踪分析，是系统没有出来吗？然后是哪些地方选票不如预期吗？等等等等，每一个因素要去厘清。但是因为时间非常赶，823到现在也就3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当然是要来强化跟公民团体之间的合作，提供更大的资源。所以他们的需求诉求我们都去听。那包含其实现在我们首先目前已经在进行的是其实726这个结果出来，对很多的公民团体来说了，他们也会觉得信心上受到一个打击。我想这无可避免。所以我们也是要来强化跟他们的资源。所以其实现在最终这目前就还在把整个各地的团队稳住了，那但是很快也要赶快把加大力道的资源投进去。OK， 来世刚，那当然，那要恭喜蓝营在这一次，那不管是策略运用得当啦，或者什么，可是蓝营就是大胜嘛。而这个大胜823，虽然这个7席吴正也讲了，说实话，当时为什么会分2波，就是这一波都是补件的嘛。那所以态势上面来讲，对绿营来说更是养功，某种程度的不利。可是刚才吴正也讲了，政党摆出来的就是态度。那你们现在朱立伦主席说823，他视为他在主席任内最后一场大仗，一席一样寸土不让，一席不丢。那可是刚讲到，包括1万的议题，现在等于绿营要打的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嘛。我反正就叫地方议会一样去包围你们在地方的中央，类似像这样，对你们来说好。你觉得绿营能够展现出来那种舍我其谁的态度？这一仗不管输赢，我就是卯足了劲跟你打，你能够看到这样一些态度吗？看到的态度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执行的程度到什么地方？好，我们是跟很多的一些绿营的朋友啊、民代啊，这2天有聊嘛，反正表面厮杀，私下大家还是朋友，私下接这个彼此交换一些讯息，了解他的选举状况。大家会觉得说，第一个726的民意已经告诉大家民意在哪里了，那823的部分还需要再一头撞上去吗？而且大家他希望看到的是政党碰到一些挫败的时候，能够在行事风格上面有一些调整。当然民进党自己压力就是他这个霸团的部分，他要怎么处理？但是我想霸团很多的朋友也了解到，台湾的民意原先跟他想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是不是很多霸团朋友私底下也会做一些检讨，也会做一些沟通？
到底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事实上现在就大家这个礼拜其实大家都是在一个反省沟通，然后再了解到底民意出现什么变化，甚至拿过去很多的民意的调查的结果来看，就发现其实很多蓝营的支持者。或者说反罢免的群众，我觉得也不要讲蓝营支持者，就讲反罢免的群众，不希望罢免发生的人，其实在多次的民调里面都变成沉默的多数了，甚至都不表态了。但是在投票当天全部跑出来，那你说真的是1万块的事情吗？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今天很多民调看出来，很多是觉得说罢免的师出无名。我觉得师出无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一直在宣传讲的，没有道理，选书翻桌了，选书翻桌，一般人都会这种感觉。你说1万块，对于某些人来说也许有感，但对于某些人来说，他感觉就没那么深刻。但这些朋友会觉得说，那人家才做一年多的时间，你现在就把他罢免，而且看起来不是每个都罪大恶极，都要送上断头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师出无名，我觉得才是这一次罢免没有办法成功的，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那再来。你说823之后，那当然绿营一定要鼓舞自己的士气，要鼓舞士气。但是你看，包括王世坚也好，还有我接触到一些绿营的民代，私底下都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协同大家的步伐，然后去做823的罢免。同时，这个823你还有开同2个战场除了这个7席的罢免之外，还有公投。对啊，那这个公投的部分。实际上也是在开始民众党作为一个他主攻的公投的部分那这个罢免的部分，这些几席7席它有个特色，第一个，这7个人呢，地方组织都远比我们726这些还要坚强，第二个，非都会区大概只有罗密才应该是在都会区在新店，但是他的组织力道。可能是非常坚强的，所以基本上在非都会区，我们前2次你看得出来，非都会区的仇恨值，还有投票的意愿，基本上都是比较偏低的。所以你这个部分也是要面临到实际执行上面的技术性的问题。所以我站个角度来看民进党当然有不得不为的想法。如果说我现在全部放弃的话，可能内部很难交代。对，而且对罢团怎么交代？对所有将近170万投罢免票的人，他可能会自爆。对啊，他可能内部会自爆。但是如果说呈现出适当的跟台湾社会去做沟通理解，适当的表达这个部分，我们去做调整。我觉得也许民众希望看的是这个吧，而不希望说民进党依然是跟火车头一样依然冲过去，因为我相信结果大家心里面都很清楚了，其实结果大家都很清楚。来，我觉得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吗？是刚刚说大家都很清楚，他刚刚讲师出无名是这一次你们最大的一个问题，那823呢怎么解决？我想我们知道的是，这7区是国民党的优势选区啦，结构是艰困的，但也不能现在说就知道结果。我相信。思刚议员应该也不是要跟这7区国民党支持者说这让文雅所以其实国民党我们态度是这样嘛，所以我刚刚有跟大家报告了，也包含其实大家也提到，这些选区不是在发起的阶段，它已经过了2阶联署，已经有几万人去签着联署书，用自己的名义要求要办这个投票，所以我们不可能在这个时候你去讲说这个事情没有了，算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事情是其实。从发现金这个事情，我们也看到嘛，确实投票结束以后，社会好像出现撑起一些对话的空间。例如说刚刚讲到我们各地像很多议会的议员，新北啦、花莲等等，要求说那县政府也要普发现金。我们突然看到很多国民党的这个县市议员就改变了之前的口径了。之前是说超征这个是人民的缴的纳税钱，这是多缴的，这是政府收的要吐出来。那现在突然都讲了说地方财政有需要，要还债，要建设市政这个没有多收这都是合法。所以我们看到突然之间蓝绿的共识出现了，有一个理性讨论空间。所以我会觉得如果这个726这个投票投完，我觉得社会还是要进步了。那至少我们目前有一个累积出一些成就，是说好，大家现在总算可以对发现金这件事情有一个共识了吧？大家现在总算可以一起来坦诚说，超征是还税于民，是多收人民的钱要吐出来，这件事情根本就是假议题了吧？连傅昆萁今天都说，发现金就是蛊惑人心，不要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社会还是要进步。那当然，大家这段期间也很关注
包含说关税、包含救灾的议题。所以其实不论是我想这个总统责成行政那边有关税谈判小组，或是他现在也在主席的身份也责成党部也要成立相关的救灾物资的调度平台。我觉得在这一些大家关心的国家大政上其实还是有对话，还是有前进的空间的。只是那不代表说已经通过民主程序，我们要去把它推翻。OK， 来小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来这一次726，那也会有一些的民调出来，到底赢的怎么赢，输的怎么输，过程当中美感到底在哪里？因为它会牵扯到一个823，民进党到底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是一个。你如果连到底怎么赢的、怎么输的，如果都不知道，那就没有办法有一个改正的一些的机会啊。是，一般来讲会怎么样判断？其实刚刚这个2位讲的就很符合民调。对，为什么我讲给大家听你看到，譬如说像这个民进党的支持者就会觉得说，这个反对普发1万是这一次失利的原因嘛，高达29.1了嘛，对不对所以吴峥刚刚也有讲到说，你看现在这1万的事情。那当思刚就像是国民党的这个支持者嘛，就说罢免没有正当性嘛，所以你看这也高达26.8那甚至民众党的支持者23.7也认为说罢免没有正当性，你看是不是很符合两边的论调？但是我必须讲了那你看民进党他就不认为说罢免，他的支持者就不认为罢免没有正当性嘛，才5.8嘛，因为光是讲罢免的正当性，大概时间不够，不然可以讲1个小时嘛，不然我怎么会有罢免的原因呢？你像什么毁宪乱政啦，什么亲中卖台啦，什么比中指啦，什么的，就一堆嘛。所以罢团会跟你讲有一点的原因，所以当然民进党支持者就不会认为说你罢免没有正当性不然这个大家罢免是在玩假的。可是显然蓝营在吹这个所谓的无正当性，这个是奏效的，对他们蓝营的支持者很买这个单。坦白讲，这个就我说实在，这个因为就赢了嘛，这个蓝军就赢了嘛。他们现在当然不会跟你讲说，我反对普发1万，这个是主要原因。那你这样不就是证实了说，对我是很爱钱的？这个你说我爱钱，对，我就是爱钱。我觉得不会啦，这个你爱不爱钱？爱啊，可是我领归领，投归投啊，对啊，绿营也会讲我领归领，投归投，不是这样子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显现蛮有趣的啦。那再来就是说，国民党支持者也认为说，我去这个支持反罢免，也是对赖清德的一个制裁嘛，包括就是说，我认为你执政不佳，不信任投票，还有认为他勘灾不利嘛，所以国民党这个会把他打成这种是蓝绿对决，就是也对赖清德的一个不信任了哈。那民众党这边这个他也有一个啦就是说不希望一党独大希望要制衡。但是民进党这边他也是很诚实的反映说罢免趋势确实是蓝大于绿啦所以就是说你还是要帮自己的失利找一些理由。那但国民党这边也是还有民众党可以显现就是双方的一个原因嘛好，那再来回过头来了那你要讲到说这个政党的一个消长的部分那看起来就是说在罢免的前夕，你不管说是同温层高或是怎么样啦确实在6月份的时候。民进党的支持度虽然是来到高点36.8，但是呢，你看就是因为罢免失利的部分民进党就火速的下降了降了7.3个百分点这也显现就是说，当然大家这个支持者可能会有失望的心情，就掉到29.5那国民党的部分是21.9也是很小幅基本上是没有动了那这个民众党这边也没有动，大概是15.5。可是你从这个分析这个正传媒的这个分析，你可以看蓝加白这个确实是已经是大于绿了嘛蓝加白大于绿21.9加15.5，这加起来就是36点多，这个已经超过了民进党。因为本来蓝加白是还赶不上。对，所以等于说你从正传媒的这个民调来看的话，哇，那这个蓝加白已经是大于绿的盘了所以未来如果蓝白合的话，从民调可以显示说，那它真的是大于民进党，这个是一个警讯所以未来如果蓝白合的话，从民调可以显示说，那它真的是大于民进党，这个是一个警讯那当然就是说赖总统的施政满意度可以看得出来，在罢免后那个满意的已经只降到只剩下35.5了那不满意的是高达4%，这个确实是一个警讯。可是我认为啦，就是说刚刚有分析到，其实这个除了罢免之外，当然还有包括救灾的部分。可是我认为罢免的，我个人反而倒是认为罢免的部分占多一点，因为你知道很多的最近也是碰到一些支持者，或者不管是公民或是绿营，大概都紧张而且你可能会有一点紧张什么？
恨铁不成钢，当然会担心823会不会一路输下去，输到连这个2028政权都交出去。那也会觉得是说，那你为什么不赶快整队？譬如说什么反正大家都很急啦，大家都比总统急啦。小玉，请问一下，昨天那个赖清德主席在民党中常会讲的那番话，说与公民同行啦，什么什么，所有这些，然后吴征刚所讲的，那民党现在已经拟好了，那这一仗的态度，你觉得能不能解决掉？你刚刚讲，不管公民团体或是民党的支持者内心焦急如焚，然后讲说这怎么办？会不会一路输？那个态度有展现出来了吗？我觉得2个点哈，就是第一个点就是说，他昨天是责成了这个何博文这个代理秘书长嘛，对，但他交给他2个任务，一个叫他去救灾，然后一个叫他去做反罢去罢免823，对不对？那何博文，我觉得你怎么会叫他去救灾嘞？你救灾你就交给陈金德啊，陈金德不是昨天已经组成了一个什么南台湾的一个对前进指挥所，那何博文他是副秘书长兼党主席，不是兼代理秘书长，对啊，代理秘书长啦。但是那何博文你叫他去救灾要干嘛？你说这段时间他就应该就全心去推动罢免这一块就好。对啊，因为他又没有行政权，所以我觉得，拜托他能够打赢823这件事情，或者是还有在接那个公投这件事情，这已经很难了，因为只剩3个礼拜。那所以你怎么还会叫他做2件事？这是第一个啦。第二个，我认为就是说，对于王世坚这件事情，我认为说也是要有一个态度啦。那我当时以我自己个人的意见，我当然是不赞成坚哥这样子做嘛。我觉得是说你送人家这个卫生纸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就是你还有点落井下石，就是支持者没有去怪你说你在整件事情你都没动，因为很多支持者就说啊，那个王世坚没意思啦，如果说他基层动的话，搞不好王宏威这个区域他就罢掉了嘛，因为他有一些选区是跟王宏威是对会有点重叠，那大家也认为说他没有动啊，很多地方议员也在抱怨说他没有动啊，确实是差一点点啊，那人家没有在骂你说没有动，已经对你不错了，结果你现在还在那边奚落说啊823停，那我就要讲了，我是说你823停你怎么可能？那你这些他是有过，第一个他是法律案，他有过的，他不管说他再怎么艰困，那你就说像徐熙莹没过那就算了，可是人家是有过，而且人家过有的还超过130几%，而且甚至有的像什么罗明才啦，或者说严宽恒那个背景比较复杂一点的，人家还有被打、被骂、被推挤的，人家就是过了啊。那你现在去叫，要不然你叫王世坚，我就是说那就派王世坚去跟罢团讲说，因为你美鬼哈，所以哈你那种卖党啊，你可以是这样子吗？那最后我讲一个点啊，比如说我们在一个班级上，有些人可以考上建中北一女啊，有些人可能就比较功课比较不好啊，你就说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所以我们就只补助这个电脑只有建中北一女的考上建中的你们才可以用啊，你们这些后段班的你们就是因为考不上，所以你们不要用。你老师是可以这样教，教育是可以这样教的吗？如果说不行的话，那为什么要去跟公民去讲这个呢？我会觉得说，对坚哥这件事情，我是蛮失望的啦。那你说要有态度，对于王世坚委员要有什么态度？我认为就是党中央要有态度吗？对党中央啊，党中央会觉得说他这样的这个，当然就说他这样的言语就是不认同啦，不认同。那当然也可以讲说啊，因为民进党不是一言堂啊，你当然可以表达你的意见，只是我还是会觉得说。对于坚哥这样子的态度，好了，我是不认同了。那我就要回应2件事，一个对王世坚委员的态度问题，另外讲说要何博文代理秘书长同时做这2件事。我综合一下回应啊，就是说，首先是世坚委员这个，因为他是我们中常委的，他这个话其实是在我们中常会上讲的，我也在场，所以其实中常会是一个内部民主的平台了。那他讲完这个之后，我们中常会还是做出了结论，主席还是依照主席的裁示是说823我们全力投入，所以其实党的态度出来了啊，因为是他先讲这个，后来我们有这个结论。那至于是说博文复秘，其实他的应该也说也不冲突了，没有那么复杂，因为基本上包含说他会协助调度一些志工，包含说所谓送物资进灾区，其实这个算是比较单纯的。那当然你说一线要抢通道路，要修缮如何，那个当然还是地方政府在进行。但我也回应一下小玉姐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今天2份民调出来嘛，一份是这个正传媒，一份是美丽岛。那当然在这个民调都出现了一个大家讲的所谓交叉，不论是政党或者是总统的支持满意度是下降的，但不满意度是上升的。那我是这样看待这个民调了。我现在也不是要粉饰太平，但我觉得确实这个时间点，这礼拜对民党支持者还有点在震荡期，当然，因为上礼拜是很大的挫折，所以其实我们好多支持者，其实网络上留言或打电话到党部去的都说这几天都不想看政治新闻，不想看政论节目，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这个震荡会偏大一点。可是就是也不是要粉饰太平，因为像刚刚我们一直在讨论823还在后面。这个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赖清德主席，他现在扛下了很大的压力跟这个挑战，是因为726这一次出来结果是不如我们预期的，但823我们也知道是很艰困的一仗，
那接下来要怎么因应？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会反映出这个民调？其实我想提的观点是说，这个有点像是说我们一家公司的股价会在法说会之后会影响，会波动嘛，因为大家是看你表现的怎么样，然后你的获利、你的营业能力啊有没有增强、有没有减弱？那过去整个社会会认为说大罢免呢是可能可以协助赖清德总统以及总统院长来解决行政立法对立僵局的一个途径。所以如果大罢免成功，你就有可能做事做得顺，对不对？这当然影响到你未来政府做事顺不顺。那问题现在看起来，当然大罢免投票就没有成功，所以僵局未解，所以社会上自然。我想，不论是我们支持者、中间选民或蓝营选民，自然大家会觉得说，那好，你行政权，赖清德总统、总统院长，你接下来要怎么样处理行政立法之间的这种抗衡呢？会继续是僵局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赖总统他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那首当其冲就是其实关税可能8月1号要到了。可能我们会看到结果了。那这其实就是一个朝野之间接下来一定要沟通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关税是一个对美条约，它要接下来送到立法院里面，要让蓝白立委大家投下同意票，最后它才能生效。如果蓝白立委否决了，那我们就要跟美国去讲，拍谁谈过的通通不算啊。那接下来美方会怎么做，这就很难估计。所以其实我知道之前赖总统在约朱立伦跟黄国昌要做国安简报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是有规划要来去分享一部分这方面的资讯啊，但当时没有成局哦。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赖总统要去展现他要来跟这个一定势必我们执政团队要跟立法院国会来报告。然后要去跟国人以及我们支持者去跟大家可能也要讲要怎么样来应付接下来行政跟立法之间的冲突，我觉得这都是现在扛在他身上很大的责任的。我要你会怎么看823这一局？因为如果要是726、823，因为大家都只是觉得反正就是罢免投票嘛。吴征刚才提醒大家的是，他会牵扯到连关税，因为关税是对美条约嘛。如果连关税出来以后，因为傅昆萁今天已经讲了关税多少，那因为要送到立法院嘛。麻烦要送到立法院来，大家来审议一下。好，这个变数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到关税的这一块。那你觉得在从726看823，有人说一路如果这样摧枯拉朽一路下去，对民进党来讲总是要找到一个能够挡住所有这个浪潮的一个地方吧。823是一个，要不然的话下一个就是2026，再下一个就是2028。对，所以对他们来说，在823好，如果你讲823要全部挡住7席，全部罢掉。好，这当然有它的一定的难度，也有人在讲说，那好，最起码这些你们都说有难度，那我只要罢掉1个、2个，整个社会氛围是不是就改过来了？有可以做到这个样子吗？如果真的要这样，所以精准打击谁啊？这个要讲精准打击其实就是资源，就是精准投资啦。我们现在时间不够，有多少战力？该丢到什么样的区域去呈现什么样的效果？这个才是重点。呈现什么效果？罢一席吗？或者我把票冲出来，让人家觉得说，哎呀，好可惜，差一点，再努力就好了。所以民进党首先他要做的真的是就是赶快不是在那边巩固领导中心不是了真的要先确定接下来这一仗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谁来负责打这一盘？让他一指，何伯文去啊，就去下去杀，可是他两手空空不知如何作战好，所以到底团队是谁要负责打这一仗那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他其实会要先解决前面我们讲运动会有运动伤害，选举会有选举伤害，罢免也有罢免伤害。现在包括民进党中常会大家的发言事后的各路检讨，其实大家都是想要把伤害解决掉。可是有没有看到答案？像对于王世坚，我觉得大家还是高来高去罢团地方对于王世坚，对于英系的台北市党部主委有没有意见？有有意见这个意见有放大出来吗？你觉得只是高来高去吗？王一川骂那个王世坚委员滚啊！对他连这个词都出来了。然后今天是还有楚英吧，然后楚英也是直接，就那些词用的都还蛮直接的。这些大家都是委员对委员对，但问题有解决吗？我就问下一次，那要解决问题。下一次你王世坚委员，然后我们就讲中山区王世坚选议员开了18000票，请问726你带多少兵马？辕门外后卫。有吗？你兵马在何处？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吧。那当然，像我们小党，我们像时代力量，我们的根据地是在竹北就是在这个竹县2啦。王永义在这边开出来的票，几乎是民进党的1倍。
啊，所以63500。对，然后就是就林世明这一区吗？对，林世明这一区。然后民进党加时代力量其实是过5成。民进党加时代力量就过5成，那时代力量又比民进党大，大概在1.8比1了。OK。所以你们的态度洞见观瞻。我们当然就是全部要去集结这一区，因为在开录之前，我还在传讯息问还有没有看板。所以你们的态度洞见观瞻。我们当然就是全部要去集结这一区，因为在开录之前，我还在传讯息问还有没有看板啊，什么，就是这很现实，资源要下去看板啊，什么车子要开始去弄，这个就是一翻两瞪眼嘛。可是重点是，很多民进党人现在面临的是我很灰心，我只有30几、40几%，我感觉我不行了，不够多，我要退了。你要盖到墙把之前，然后等一下，就他妈得等一下。我们还可以再拼一次，用什么理由去说服？涉猎什么战略节点？我们讲823，一直讲霸气席，黄国昌会生气啊！我还有一个公投对啊，我还办了40场宣讲，人家也认为还有一件大事要打，可是民进党要不要这个战场？公投它是可以一样跟罢免一样，我冷战让它流掉，也是可以有这个战术啊。所以就是民进党到底要做什么？地方上到底要做什么？包括像南投的许淑华，他直接讲全部都不同意啦，不要管黄国昌也不要管他，尊敬黄国昌，但不投就是直接讲都是不同意，收缩战场。在打战的应该要有这种认知，但是呢，经过了这么多天，大概4、5天了，至少100小时了嘛，失败超过100小时了，民进党有没有在收缩？有没有在凝练出一个让大家知道说，好，接下来823该怎么打？谁会去打？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关键的。其实刚刚讲谁会去打，就是大家在讨论的另外一个重点嘛，就是点兵点将，你到底点谁？所以自古你会看到每一场战役一定会先点谁是兵马大元帅，因为只有一个兵马大元帅统帅着其他所有的人，然后就看你要怎么打，那要怎么负责。这是大家在看，不一定是党主席御驾亲征，但是总是。当霸团一直喊所谓的义军，民进党的义军一定人够，只是能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出来？好，杨明同样的道理，这次726以前，本来你看到那个不管在活动的氛围啦，或所有那些，一定最起码会觉得罢掉个几席吧。结果最后出来是0，你会发现那整个氛围完全是180度转过来。当823现在看起来对民进党太难了吧？这些结构上人家本来就比较强，然后氛围你又大败之后，可是如果万一民进党真的在823给你罢掉个1席2席，那个氛围又会转过来。重点只是在看过程当中大家怎么样去弄这一席。也有人在讲说，那真的要弄到包括主席要御驾亲征吗？民进党要把所谓的义军排下去吗？刚才伟航所讲的，你点兵点将，只要让所有的罢团或支持罢免的人知道，你是玩真的，你真的把人丢下去了，有吗？其实我觉得，毫无悬念，823就是7比0结束了，一个都不会过。我直接在这边讲，为什么？真的，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你会说刚刚讲说新竹他只有拿这个得票率那么低，占一半林思明是仅高于这个所谓的郑正乾跟这个黄建斌呢，他的得票率很低啊。可是不要忘记了，第一个那边投柯文哲的票是投给谁？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就跟黄建斌为什么他的不同意票比他的当选票多这么多，不能用2024的板块直接分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那个地方叫客家族群。你去看桃园的这一次的结果，桃园的客家区全部不同意票全部都不会超过25%。客家人，我觉得有时候大家还是要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族群特质很多，你知道我是桃园人啦，但我不是客家人。但我一些客家的朋友说为什么不让他做完呢？就他们就觉得做完我2028我再换人就好了有那么严重吗？就说那个动能就是这个民调，刚刚正传媒民调里面那个最高叫做正当性的问题。其实不管你说什么普发1万什么什么，你觉得是原因？老实说，我请民进党就继续这样的表演。请你们继续在地方议会发动这些什么发现金，因为你们在罢免前通通反对，现在通通赞成，你们才双标啦。民进党难看的要死。真的是难看。地方上的那种所谓的地方为中央没有用吗？没有用。
我简单讲啦，你要发钱，地方政府首长只要说好，议会通过我就发，就这么简单啊。可是问题来了，不是那个决议要发就发哦，你要有个条例啊，你要有个法源啊，对不对？好，各县市你今天真的要做，你不要拿来玩政治攻防啦。我只能说，民进党在这一次的，我不要讲胜或败，因为我不认为国民党有胜。这一次的民意的反应是对这1年多来霸凌群众的一种反扑。有一群人一天到晚在霸凌跟他不一样意见的人，你们就是中共同路人。我一天到晚被贴啊。我一天到晚被说什么我拿红钱啊。我也很气啊！我那天早上6点我就骑着摩托车，我就回我桃园去投票啊。早上8点钟我看到哇，40-50人在那边排队，稳了。我那时候你这么气是有原因的，原来你也被讲。不，我们做政治评论哦，我只要不站在执政党，你就会被贴上中共同所以那个5月天舞迷的气，我也能感同身受啊。所以我说这一种，我说如果民进党没有觉察到这一股民意的力量。请继续你们的表演，请继续做梗图，请继续去攻击。所以我说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刚刚讲到那个民调，我补充一个东西，这张图啊，这张图啊，这个是郭志辉部长，经济部长，他去嘉义勘灾的时候，他远远的站在旁边，好像是院长他们在那中间，对，院长在前面，对，然后他站在旁边，好像是路人。那后来是院长说，那个部长他们要反映那个家电哦，因为他们家电都泡水没有用，有没有补助啊？部长在哪里？他才走进去。好，这一幕很多人看得很有感，可是呢，正传媒的数字更有感。我们看一下7月份的这个是满意度，对赖总统的满意度最高的2个地方，一个叫台南市，一个叫高雄市。可是如果跟6月比，一个跌了8%，一个跌了14.1%。即便是民进党最优势，这2个县市没有投罢免啊。这2个县市没有投罢免，台南掉了8%，高雄掉了14.1%啊。这就是警讯啊。然后呢，不满意度，台南增加14.4%，高雄增加10.5%，这都是民意。所以我说，民进党如果觉得823你要玩，你就说是因为我们力道不够，我们要一军派上去，就请继续，请继续。我只是觉得，比如说，当你看到这个政治僵局，你用这个方法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思考用其他的方式？因为就算这7席，假设真的罢免到1个2个，请问有改变掉国会现在的僵局吗？当然没有。他不就罢免已经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了。所以应该思考的是我们怎么去解决问题嘛。我都觉得说可不可以？昨天看到赖总统那样的说法，我只是觉得很难过，因为难过的是他把霸区跟灾区放在同一个水平，同一个平台去分配任务，对他来说，霸区等于灾区，这对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是灾民，你从何感想？你应该把灾区的事情处理完，霸区另外处理吧。你怎么会都去交办给秘书长？这我觉得很纳闷。不，一闪不可讳言，就在过程像那些照片。那些一定都会对民调，不管是政党民调、赖总民调，一定会有影响啦。这个，你只要是对政治有一些判断的，大概都会这样。可是刚才杨明就讲到823已经变成一定就是这样，不管那个林思明那一区，刚讲到有没有过半，真的都是这样了吗？我第一个杨明也不用那么生气啦，骂选举跟罢免一样，支持谁，另外一边的人就会骂我。我被骂的少吗？我被骂也很多啊。我每天还是笑嘻嘻的，不用那么生气。我讲说，我们的气没有了，就是用每一个投那评论员来去发泄。我直接讲了，你让我讲完。每一个评论员在节目里面尽量中立，但是一定有立场我们绝对会表达我们的立场，否则你会觉得说我们都是中立，那叫做假中立。我们都有立场，而这个立场本来就受公平那会讨厌你的人就会一直很讨厌，喜欢你的人还是很喜欢，这个跟政党一模一样。当然，我要讲的是说灾区，所以我刚才说分析这次罢免对于满意度的影响，我觉得灾区的影响会大于所谓的霸区的影响。霸区我觉得是维持平盘，否则霸区的国民党的支持度应该会上升，但是却没有上升嘛。所以灾区的影响当然比较大，但是也不要说赖清德在在民进党的中常会里面的宣布，把霸区跟灾区放在一起。他是党主席耶，那时候他是党主席，在党主席一个礼拜只有1天的下午，他该开会议的时候才放在一起嘛。但是他其他时间在干嘛？其他时间都在救灾啊。有一个卢秀燕
天天跑反霸，天天人家灾民质他，选民在质问他的时候，去救灾啦，去救灾了。我说政治人物真的不要随便讲这种话。昨天台中就淹大水了，你这句话会不断的被所谓的在网友里面不断的渲染嘛，那你就会对于对于政治人物或者是你一个市长应该救灾的事情，你就变成是一个伤害嘛，是不是一个伤害？是啊，然后我要讲的是，在所谓的台南灾区的时候，是谁在看救灾的？是赖清德啊。虽然他有些失言被国民党抓出来打，我都说了4000多字都可以找出2个字啦，一个所谓的市访市灾区的过程，没有办法让你们找到2个字吗？你们都把人家在救灾的画面去当成是攻击的画面啦，谁关心灾民？卢秀燕关心灾民哦。请问你罢免前你有关心过吗？你罢免前你有关心过吗？拜托，你少来，你只关心你的罢免而已啊。我花莲县县民少来啊！我花莲县县民，我当然有罢免区，所以我在关心罢免区。我们看灾民看到流眼泪啊！你们在看什么？你们只在乎罢免而已。卢秀燕怎么讲？去救灾啊！他昨天不在吗？去救灾，他没有去救灾吗？那你呢？你人呢？来，两位，来，熄火 ，OK， 每个人都有自己大家关心的一些，我相信大家都关心灾民，大家都对于那罢免政治立场都会有大家一些想法，好不好 ？OK， 好，来，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以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新闻面对面现场。来，小玉，我追问你，如果你刚刚讲说很多霸团的心声啦，或者说有这些，会寄望823以前要看到赖主席御驾亲征吗？就一定要到哪些地方？因为对他来讲的话，大家都有讲，因为这一仗如果打完，万一要是不如意或什么的话，你总不能因为这一仗要加辞主席或什么。可是所谓的义军或所有这些，好了，现在讲起来啦，救灾当然重要。是，你看这。哎，对，你说台风，然后再加上大水或者什么，对，救灾当然重要，一定会有影响到那些民调这些东西。那但是你说对于罢免这些国内政治也都在走，那你觉得赖主席要怎么样要让所有支持他的人知道说我很认真，我也尽了全力？这个当时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矛盾，非常矛盾也很难解的地方，因为。赖主席他先是代总统啊，是啊，他总统是全民总统，他怎么可能跟大家讲说用总统的身份说我们要支持罢免？那你对另外一边蓝军或者是说白军或者是中立选民你要怎么交代？但是偏偏你又是赖主席的身份，然后你又不能讲说你一定是整个策略跟战略要整个下去的嘛，所以这就是我当时就在看，我就觉得说你一直要逼赖清德表态，他不可能啊，因为他是总统也是主席，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汉。你觉得昨天这个声明已经是表态的极致了？这个应该也是表态的极致啦，对啊，所以说我觉得，但是你说这个823，很多人都讲了就说823726已经是创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了，因为连国民党自己都预估至少有可能会掉1席了就创下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所以是0嘛。那823是不是也有可能不可能的任务？搞不好有民进党创了不可能的任务，对，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所以我觉得 never say never 啦，但是会有一些我觉得有些因素会影响啦，譬如说钟摆效应，就是奉劝这些已经过关得无敌星星的就卖够嘴丘啊啦。你有看到谁嘴丘？我先第一个今天最新的消息是那个傅昆萁啊，他的那个算是他的子弟兵啦，他的县议员啊，就已经要提案要罢免那个张俊了啊。他们要开始要罢免议长就已经那个今天新闻已经出来了就是要开始蠢欲动要罢免张俊了嘛。那你这个不就是很摆明的这个秋后算账要报复吗？那如果连张俊都会报复的话，其实我也会担心，我最担心的是叶霸老师啦，就是都会希望说不要这样啊哈。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嘴丘啊，那你看像徐小新，我觉得徐小新真的蛮秋，他728就在脆上面宣布他满血复活嘛哈。那第一个他就开始开酸这个八炯啦哈，就说哎呦对不起我先出国了，你们一定要加油哦。这个当时酸八炯说他出国去了，然后再来就是再酸这个曹兴诚嘛哈，然后再来这个脆上面说是不是他自己发文的啊？他说当然是啊哈，所以他就开始要海巡了哈。那我觉得今天我看到我会觉得不太好啦，因为有人就呛他嘛，说你不讲话没人把你当哑巴，他连这个也要呛他说我是用打字的，谢谢。
不是啊，你这样子干嘛？你不是说没人把你当哑巴啊？我是用打字的，谢谢哈。然后就是还有人像说搬到大安去了哈，我这个大安台派报道，然后说的好像罢免他的一样这样哈。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有霸团呢，就是要去帮忙别的区域嘛。然后他就讲说，哎呦，求求你们了啦哈，那骚扰到我们，用骚扰到我们为止，不要再骚扰其他区了。我是觉得你何必这样呢？这个就是有点钟摆效应啦。就我们常常在讲说牙掉跟牙威，就是这种是大家不喜欢的。那当然你已经过关了，那可是你不要忘记，你还有未来的3年，你3年后你马上就要再战哎。对，那如果说你这样一直嘴求下去，除非你会觉得说，哇，那这样子你以后就无敌了。可我会觉得说，你选前那个哭的梨花带泪这样子，好像比较这个比较姿态比较低，但你选后马上就固态复萌。不要忘记你还有7席在那边，虽然7席大家觉得比较稳，可是我觉得说这个球赛没有结束之前never say never 啦。志刚会不会担心刚讲钟摆效应？尤其像这一次，对这24席国民党的委员，甚或像高虹安市长。有人的形容词是说，这段期间从地狱走了一遭回来，那满血复活以后，可是总是要想到，第一个，选举是一直不断在走的，不是只有选完这次不选的嘛？2028立委要选，2026议员、县市首长都要选，所以这些也相对于牵动到国民党这些委员的态度吗？我觉得。距726到823之间，因为时间还很短，而且3个礼拜，对，看不到什么政治结构上面出现太大的变化，而且更何况你民进党的部分态度并没有改变，所以在没有改变情况之下，我知道这个效应就很难再摆回来。因为你说钟摆是要有某种程度的沉积啊，沉淀，然后很多的现在已经摆到这了，然后很多事件的一些累积啊，比如说这中间有人又讲错话啦，做错事啦，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有的没的，这样才会过来。你现在还到这个地方来，那你在这么短时间之内，你看起来大家这个结构面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觉得就不容易摆，所以你就不太容易摆。我觉得不太容易摆，除非你民进党突然改变他的整个的风格态度，那才有可能会追变化。那你说，我记得上个礼拜投票前夕，赖清德在中常会说我们最后一里路嘛，对啊，那我觉得我本来期待他昨天也要讲同样的话，最后一里路才是应该这个礼拜该讲的话，因为他是最后7席嘛，所以我觉得有讲，那可能没有媒体没有报道了，没有报道，可能最后一里路大家走得并不愉快，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不会有什么钟摆效应啦。但是我觉得选后啦，第一个就是我可以理解我们这些被罢的这些好朋友们的心情，然后因为我看过很多，那真是水深火热，你先不要说。这个身体上的疲劳、心理上的压力，还有这个金钱上的付出，那等于是天外飞来一笔因为还不能募款。对啊，等于天外飞来一笔，我又打一个短时间之内又打了一个选战，就几百万、上千万就不见了，连你都差点被波及，哪壶不开提哪壶。对，我差点要开始进行一个审判程序了。对，真的。好，所以说其实大家这1年来说，都心理的压力就很大，然后外面再加上常常要接受一些霸团的挑战，像叶元之简直是霸团如影随形，所以然后这一段时间，我知道很多人心情上面都比较就放松下来，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也都是政坛的老鸟，经过这一次的检验之后，也是政坛老鸟了。那个的放松程度跟大家未来的行事风格，我觉得大多数还会出现一些调整，就这些调整。所以你说未来会不会出现钟摆效应？当然我这3周我觉得看不出来，不过我还是奉劝一下这个执政党民进党啦。其实大家看的是要看一个是把民生的问题、解决问题的能耐放在政治上的一些。斗争，大家你是说你现在没有看到？我觉得目前为止，这快一个礼拜过去，我就没有看到。你说像这个前进指挥所，你像在那个时候风灾刚发生没多久的时候，就有一般的救灾人士说，你赶快成立嘛。但是一直要等，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大罢免结束之后才成立呢？你如果在中间就有去做这个事情，那会不会大家观感就会改变？所以我们也不是说在野党每天就是唱衰你，因为你如果做不好，是大家都做不好，大家都倒霉啊。所以大家还是这一次的结果，大家还是希望你这个执政党、民进党多做正事啊，少搞政治斗争。来，吴真要不要回应？我想，毕竟这次大罢免投票，我们确实是没有把这个罢免案来通过。那最近当然也很多的民调，
包含今天也有人有一份民调，这个正传媒有去指嘛，说有人觉得罢免正当性不够啊，有人觉得说是风灾处理的不好，有人觉得这个赖清德总统的执政绩效不够好，等等等等。我觉得对一个执政来说，我们都要虚心去面对了。这也是第一时间礼拜六晚上，其实民党我们也是表达说，对于外界的检讨，我们都要虚心的来去反思所以包含说，在我们的立场，我们当然觉得罢免有正当性，但既然有选民觉得没有正当性，那是不是我们没有把道理讲得够清楚呢？那不论是风灾不论是执政，我想这都是这段时间我们要去反省再出发的但是刚刚讲到这个灾区了，我就觉得说，其实真的是不用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政治攻防的焦点。因为像刚刚阳明兄说这个赖清德主席不应该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讲说提到灾区跟霸区，可是因为今天那个场合是一个他是民进党党主席身份的场合，他在之前以总统身份的时候，对不对？包含说他去灾区看灾，大家觉得说你怎么跟他解释为什么国军不能进入民宅？大家觉得你话讲得不够好，如何？那都是他在政府端，他身为总统的身份再去做的努力嘛。左院党到现场开灾，然后去颁布说在这屋顶房屋破损，一户5万到10万的复原补助等等。所以这政府都有做，但是因为我们也看到这次灾情确实严重，那特别是因为后来西南气流一直来，所以灾情一直还没有办法完全解决，所以他是以党主席身份在党的场合要求党加大党的这一端也来协助，所以这怎么会是说好像我不重视灾民，好像说被放到跟罢免一样？我觉得是不需要拿灾区这个事情去做一个政治上刻意的含沙射影的。不好意思，我可以补充一下，我不是讲他把灾区放在跟霸区那种什么不重视，不是，我是说，你身为一个党主席，如果今天需要全党去灾区救灾，你就可以发动说，各党部我们开始去做什么救灾列车。88风灾的时候，那时候各政党都去啊。我们那时候跑到灾区待了这个1个多月的时间，我们都是去进驻到灾区里面。那你有宣布吗？也没有，你就交办任务给这个所谓的代理的，你只是交办任务给，可是你又加了一个罢免。那到底是谁重视灾区？你把罢免跟灾区放在一个平台上面去谈的时候，就是分散力量。OK， 就是分散力量。所以我要讲的是，身为一个总统。行政院这是救灾当然是行政部门的事情。你说如果政党可以多做一点什么，你只要讲这一段就好了。罢免你可以另外开一个直播或什么来讲，不需要把这两个绑在一起，它不会变成撒尿牛丸，它会让民众的观感很差，觉得你灾区还跟霸区放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阳明个人的感受啦但因为霸区归霸区，灾区归灾区，这个。就是在党的场合里面，而且时间就是在走。昨天贵党，你让我讲，时间在走，对不对？你难道说好这个726的事情823的事情，我们再等下个礼拜来，因为主席再进办公室的时候，他再另行宣布嘛，对不对？所以你误会我的意思了，你可以在中常会后自己出来讲罢免的事情，然后呢转述讲灾区，把它分开，你放在同一篇里面会导致什么现象？像昨天王一川委员讲，主席交办进驻灾区，协助霸区。不服从命令的就滚。你看，把政治是谁在做政治攻防？请问是你们的委员在政治攻防，还是我在政治攻防？OK， 不是，应该是不是攻防？不，我真的要说，这没有攻防。王一川就是因为他是有王世坚这一趴，但是王一川的意思，就算我们讲也是主席交办党部2件事情嘛，1跟2。这怎么会说2盖过1，然后1盖过2，1和2哪一个比较重要？就是2件事，你们去做同一个平台上面。那大家的看法显然会不太一样。我再补充刚才小玉有讲说，陈金德已经有前进指挥所嘛，他不可能在党中央的中常会里面去宣布这件事。为什么？因为他不适合在党中央，就叫以党领政嘛。所以他很清楚的，党要做什么，就是做这2件事。但是行政部门呢，陈金德已经设了前进指挥所，以救灾为重啊，就是这样子嘛。那我可以问一下，其实对于现在民党来讲，如果你单以政治上，我们现在如果讲823这一块的话，因为刚救灾大家都有提过，如果讲823这一块，或是往后在国内政坛，吴哲，你可不可以简单回答，你们怎么样去，不要讲破，你们怎么样去面对蓝白河这一段？因为这一块，昨天岳元之在节目现场，你只要问到他，现在问他任何事，他都跟你说蓝白河。那你只要问他823怎么办？蓝白河。你问他2026怎么样？蓝白河。2028那更不用考虑，一定蓝白河。就对你们来讲，你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当这一仗726蓝白河，显然他们觉得这个是有用的。那你们怎么办？
蓝白合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选择了，我们大概也尊重，也无从置喙，因为这其他政党的事情。但我觉得对民党，我们是执政党，要面对一个，其实我刚刚也在前面提到，这会是接下来我们自己支持者或大家在看台湾政治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的执政团队，既然你面对到是蓝白多数的立法院。那很多事情未来你可能送到立法院就是过不了，那你要怎么面对这个事情？特别是现在宪法法庭大法官人数还不足额的时候，你要怎么来突破，怎么来面对？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现在行政团队也面临一个很重大的挑战了。那我自己当然包含到最近很多人给民进党我们很多意见，不管人事上的或者是未来方向的，这个我还是尊重，要让行政团队他们去做最后的发布。不过我觉得讲一个方向，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要去把它讲得更清楚啊，讲清楚。例如说今天傅昆萁他有出来讲嘛，他其实也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说关税谈完，对，还是要这个让立法院来过。傅昆萁说啊，如果他认为如果跟美国谈判完，最后的内容里面有像日本、有像韩国要去美国投资的话，他觉得是把台湾的家底搬空。我觉得我们也有责任跟义务要跟社会大众报告清楚，我们在行政团队、谈判团队努力下争取到一个这样的条件。好，但最后如果没有办法，我们当然要尽力去立法院。去争取委员他们支持，尽力跟大家说明。但如果最后这个事情被封杀了，我们在国际上要重新回来喊话，那这个说实在，这是立法院国会的选择。来，志哥，再来，我是觉得啦，就是因为明天不知道结果如何，那大家现在都是臆测了。对，那第一个看日韩啊，这条件不会比日韩更好，基本上就是以日本、韩国做一个基底啊。所以包括什么车子的问题啊，甚至农产品的问题，猪牛啊等等那个。然后另外，我觉得大家会关注的是。日本5500亿美元，南韩是4000亿，3500亿，1000亿采购。对，好，那我们到底是传出的是4000亿，还是3000亿，还是2000亿？因为那时候有一些消息说，就是卡在这个几千亿的部分啊。注意啊，单位是美元啊，不是台币啊。3000亿，假设3000亿美元的话，大概是多少？9兆。9兆，大概是将近10兆，大概是3年中央政府总预算，就3年嘛，3年。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个数字已经没有，已经到天边了。是啊，已经很难想象这个数字，所以这对大家压力当然是有。那你说在美国这个部分的这个谈判之下，我相信在立法院不至于把这退回。你觉得不至于？我觉得不至于。高文珍的意思是说，因为这等于是经过726罢免以后。朝野之间，蓝白在立法院占优势之下，可能一开始要碰到的就是这件事。但是要讲清楚，假设真是3000亿美元，我第一个钱从哪里来从哪里出再来再去美国投资什么东西是所谓的什么 AI 智慧园区，还是我另起项目，还是投资阿拉斯加？我真的觉得这个部分要讲清楚。OK， 因为我觉得这次的对美的关税的这些谈判协议对台湾的经济冲击基本上不下于 ECFA， 甚至更高，因为我们现在跟美国的这个经贸联系非常高。那所以我觉得这部分要讲清楚，不能说动辄以我们国家安全，动辄以说这个要拿来去做一些政治操作。在立法院不至于把这退回。你觉得不至于？我觉得不至于。高文珍的意思是说，因为这等于是经过726罢免以后，朝野之间蓝白在立法院占优势之下，可能一开始要碰到的就是这件事。但是要讲清楚，假设真是3000亿美元，我第一个钱从哪里来从哪里出再来再去美国投资什么东西？是所谓的什么 AI 智慧园区，还是我另起项目，还是投资阿拉斯加？我真的觉得这个部分要讲清楚。OK， 因为我觉得这次的对美的关税的这些谈判协议对台湾的经济冲击基本上不下于 ECFA， 甚至更高，因为我们现在跟美国的这个经贸联系非常高。那所以我觉得这部分要讲清楚，不能说动辄以我们国家安全，动辄以说这个要拿来去做一些政治操作。我觉得这个心态不要换一个角度，可以你看会发生一个，如果要是进去，因为蓝白阵营一定会讲说要好好的审查所有这些为民众把关所有这些，但是只要中间有一些像刚才譬如吴峥讲说傅昆萁人的总召的意见是讲说你如果要有什么投资，那假设万一要是因为这个大家僵持在那或是 hold 住了，
那民进党阵营一定就会讲说，你看吧，让他们过半，连这么重要的关税，到最后我们谈成这样，吴峥刚才已经讲到快流泪的感觉，就讲说我们在外面争了半天，谈到这样，到底没有这样？你知道这显然又变成国内大家一个关税对于台湾的重要，大家都知道，但是显然这又回到了朝野、行政、立法、蓝白之间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希望看到对抗，我也不预期啦，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事关重要，因为关税的影响是无远弗届，全民都影响到，所以我觉得没有政党会在这个事情上开玩笑。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也是真的希望说这个事情可以超脱党派之间的对立。例如说傅昆萁，因为他今天用的措辞比较强烈，说台湾三代人的努力都被搬空。可是我接下来唯一一个对立法院期待就是我们就事论事，到时候关税真的谈了，结果怎么样？让细节好好的出来。大家就是很持平、很理性来看。例如说，虽然日本他宣布对美要投资5500亿，可是日本的贸易谈判代表赤泽亮正，其实他有出来讲，他说这5500亿里面只有1到2%是真正的过去投资，剩下的是跟去美国的日本企业融资，还有融资的信用保证。所以换句话说，是日本政府借日本企业钱。所以5500亿虽然数字看起来大，但绝大多数政府借企业钱还会再收回来嘛，这不是真正的支出。所以像日本的 package 里面会有这些细节。那问题是说，我们台湾现在相关的内容还没有出来，副委员已经讲说3代人努力都被搬空了，我觉得这就是政治性的语言，好，就有点在炒作大家的恐惧跟煽动。那我是希望这个事情未来进到立法院里面，大家就好好坐下来，理性的就事论事。来，石刚，我觉得这个事情要怎么样去在立法院里面有一个态度去进行，还是要行政团队的这部分才是关键。因为台湾你拥有最多的资讯。这过去1年多里面，大家对于立法院最不爽的事情就是什么事情都没得讲，没得讨论啊！你不爽就是复议，不爽就是大法官释宪，那就把大家当什么当潘啊，当这白痴嘛，把所有立法委员大家努力就是当做看不见嘛。所以我觉得要改变这个心态。我觉得这一次的投票，事实上民进党要有一个执政的这个当局、行政团队，是大家对也是看人民啊，对你行政团队跟立法院在做沟通的这种态度上的不满的一个反射。所以我们今天说道歉的，我觉得不仅仅是赖总统，我觉得行政团队的态度调整、沟通方式的改变，我觉得才是给他们一个最大的一个警讯嘛。奕晨，那我们如果讲蓝白合这一块的话，从这一段，然后一直到蓝白合，然后在过程，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在最后一天，在造势25号的时候，包括馆长登上国民党的台子上面，最后喊的是说他喊柯文哲，叫下面喊清清白白。那蓝白接下来除了在政治议题上面，你说选战之上的联手以外，在立法院的合作，因为去年1整年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整个包括。你看到，包括蓝白大罢免以后，包括联手去，包括北所要考察，所有这些，那对于这些议案，你觉得未来会很多吗？馆长很懂得表演，但是他毕竟是生意人，因为他要帮国民党催出民众党的票，他非常知道民众党的现在支持的组成嘛，柯粉加上所谓的统派联盟嘛，所以他为什么说我们要发起726之后，我们要变成中国人运动，其实是在呼应这个统派的，还是很多人我们还是有18支持统一的这些人出来投票嘛，支持反罢免嘛，另外就是柯粉嘛，所以馆长的催票能力比黄国昌好得多了。但是你看到黄国昌最近在接受黄光芹访问的时候，其实在企图所谓的切割馆长。为什么要切割馆长？说馆长归馆长，我归我。然后毕竟所谓的蓝白合，在对于黄国昌来讲，最重要的一役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一次所谓的帮忙国民党反罢免的这个过程里面，去投出接下来换到所谓的新北市长的选举嘛？但是新北市长的选举，如果你只依赖民众党现在的柯粉跟所谓的统派联盟的话，是不足以过半，甚至跟国民党比民调都会比输。所以他透过黄光芹的一个专访，黄光芹还跟所谓的馆长对骂起来的原因在于说，我黄国昌开始要移往所谓的浅蓝甚至是中间的路线来。那这个东西对于他新北市长的提名才是有利的那现在问题来了，现在是黄国昌想选新北市长的态度非常笃定。那国民党的人选呢？其实是犹豫不定的包含侯友宜支持刘和然，或者是李四川要不要进来选？那除了这2个人以外，有没有其他人？说真的啦，直接讲。
除了李四川之外，其他人要跟黄国昌比民调都比不过了。我们直接在这边判断，就是比不过。那李四川要不要选，就变成是一个极大的关键嘛。那李四川要不要选，会不会影响到未来的蓝白合？如果李四川赢了，不管是用协调式的民调或怎样，中间过程还会一些纷纷扰扰，因为过去侯友宜跟柯文哲之间就是纷扰了1个多月，到最后也什么事情都谈不了嘛。谈不了的时候，柯文哲继续选总统，那黄国昌呢？他可能选说啊，你李四川要选新北市，我会不会选台北市？为什么罢前就有一个风声，他有可能选台北市？其实是要让李四川知难而退嘛。那没有李四川，我直接在今天的脸书直接讲啊，国民党干脆礼让给黄国昌比较快啊。干嘛呢？搞这一局之后吵吵闹闹的，反而对蓝白合会不利啊！因为这个协商的过程就是一个纷乱的过程嘛，初选的过程就是一个纷乱的过程，会让所谓的蓝白合在这个过程里面会去做被人家列解的动作嘛。所以我为什么说国民党干脆如果觉得你们要蓝白合，干脆在新北市就直接礼让给黄国昌了。因为李四川反正为了蒋万安的连任是可以做这样一定的牺牲，问题来了，那你们基层接不接受？好啊，这样的东西变成是这是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的问题，因为民进党很简单嘛，你们大概蓝白合在未来的2026、2028大概也拆解不了你们了，我们只能努力或者说民进党只能努力的不断的往中间靠拢嘛。那如何去说服这些民众？刚才讲到关税的问题嘛，傅昆萁继续啊。好，如果你对于所谓的郑丽君谈判的结果不满意，很简单，立法院否决掉，不要给他通过，然后你派你代表中央中央政府去跟川普谈啊。直接川普谈，反正川普也炒股票，你也炒股票，两个炒股票不一定谈得比较好嘞，对不对？所以啊，如果你们没有办法接受川普政府对于台湾的这些相关的谈判的要求的话，我说真的啦，我们是被要求的。哪有什么对等关税？他们都0%，我们15%啦。但是其他国家呢，为什么要认？没办法啊，人家美国啊，你就是其他国家，你甚至连日本的国力跟韩国的国力，现在当然已经差不多了，但是人家是一个老牌的强国的时候，跟美国都谈不下来。那你如果你的傅昆萁，你觉得你谈得下来，那派你代表中央政府去跟川普谈。姚明，蓝白合是必胜方程式吗？光新北这一仗，400多万人口，在台湾的选举里面，尤其像那种全国性的大选，谁掌握了新北，基本上大概半边天下的感觉。国民党不太可能说把这个让出去，可是黄国昌也信心满满的跟你讲说，那大家对他要做最好的选择，类似这样。到2028以前，如果有人觉得蓝白合是必胜方程式，中间会有任何变数吗？应该这样讲啦，就是这个在2年前我们就在讨论蓝白合不合，应该说更早在2022那个时候就在讨论蓝白那个地方要合，哪个地方不合，但理论值都是蓝白合作就可以轻松的获胜理论值，但是通常都会有很多变数发生比方说什么比民调的时候什么让几趴啊，什么这些莫名其妙变6%，然后呢，比方说这个你们以后这个规则真的要讲清楚，同样的问题，同样不会再出现，再出现就自己往河里跳。签约以后啊，回去以后那个干部哭完之后他就反悔了。对，不能让干部再哭，都会有很多种干部不准哭，然后甚至干部不准哭，甚至可能会有这个在饭店里面秀出简讯的这种事情。对，以后不准秀简讯，手机通通没收，要去也不能去，对，领导也不能去，所以我说上次大选那天都不能参加，陈世兰也不能去。对，现在谈这个有点太早这第一个就是说，过去有发生过很多历史已经这个因见不远的事情嘛。好，第二个是说，蓝白在这一次的团结是真团结还是假团结？是为了反赖为前提的团结，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团结？我认为两者都有。蓝营就是迫于我讲真的，就是因为这个盘势，如果民众党在这一次的罢免里面，这个表现出很消极的态度，那当然他们我必须说，国民党上抓了一弹也林涛在那个上礼拜5就不会轻松了啦。对。可是你要知道，像这一次的，我说像我们讲未来，比如说新北，黄国昌他要成为那个选项的前提是他要有能量。如果他的民调，比如说是跟李四川来比的话，他不输，而且甚至还领先的话，那国民党也没有不让的理由可是相对来讲，如果他没有这个筹码，或者说他跟这个蓝营的人比下，他就是矮一截的时候，他要怎么去争取成为那个角色？所以我说，关键是平台。
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团结。好，我认为两者都有。蓝营就是迫于我讲真的，就是因为这个盘势，如果民众党在这一次的罢免里面，这个表现出很消极的态度，那当然他们。我必须说，国民党上抓了一弹也林涛那个上礼拜五就不会轻松了啦。对。可是你要知道，像这一次的，我说像我们讲未来，比如说新北，黄国昌他要成为那个选项的前提是他要有能量。如果他的民调，比如说是跟李四川来比的话，他不输，而且甚至还领先的话，那国民党也没有不让的理由啊。可是相对来讲，如果他没有这个筹码，或者说他跟这个蓝营的人比下，他就是矮一截的时候，他要怎么去争取成为那个角色？所以我说，关键是平台。有没有可能？因为当然这个可能要等到下一任的主席啦，连民众党都是下一任主席。就是他们的任期都快到了，对。然后呢，等到交办下一任主席这个处理的时候，然后再来处理。甚至里面还有一个变数，我一直都在讲说，如果柯文哲下一次交保出来，然后小草说再战2028，那你觉得蓝白还合得下去吗？所以里面还有很多变数。现在讨论蓝白合，我觉得有一点这个虚无缥缈的那种感觉，因为没有一个东西是扎实的。可是这一次的罢免，就是比如说我们讲823一定蓝白还在合作的状态，因为有一个公投，所以才会导致我说这个有一个现象，就是前两天那时候许淑华县长，对啊，两个都投不同意就好了，这个消息一出来马上改口，因为不能得罪这些小草。对，我开玩笑，如果这些人不出来投票，那你这个难道2席马文君油耗可能要很危险所以我说，现在蓝军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让那个某种程度叫做最大利益化，自我利益最大化就是蓝白合。它已经不叫做胜利方式，现在叫做自保。OK， 可是呢，未来能不能进入到那个合作，我认为磨合的空间还很多啦，还有很多问题要。OK， 戴伟航，现在看起来的话。一切的变数好，甚或有人说，对黄国昌主席来讲的话，那个内心有一层的恐惧。这媒体上讲，有人讲，就当柯文哲主席交保的时候，一切都有可能会产生变数。因为一山不容二虎，毕竟创党主席，柯文哲主席还有很多小草柯粉，确实是有。是，不要说什么2年条款，那个已经是个别讨论那些了。所以当柯文哲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有不要，更不要讲杨明刚讲，万一小草又说再战2028，谁能帮他现在说蓝白合啊？这个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个馆长和光晴姐的这个算冲突吧，这个直播骂了40分钟啊，那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去理解？显然黄国昌不到一言九鼎的程度，黄国昌就讲说这个就是民众党的说法以我为准，馆长是属于党友啦，他讲他的，我讲我的。好，底下就有小草回什么？如果柯文哲在他一定会说这个有什么好吵的，带过。所以黄国昌跟黄光芹叽里呱啦讲了一大堆，事后黄光芹又跟那个馆长叽里呱啦讲一堆都没有用。柯文哲出来的话，干嘛炒这个东西？为什么要炒这个？是不是解决掉？对啊，我相信在很多小小心中，就是柯文哲就是有这样的力量。即使柯文哲什么也没讲，也没说是到底要红要蓝要什么都没讲，但柯文哲就是有这样子的力量。至少他现在活在大家的想象和信仰中。我们不知道他如果真的交保出来，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跟你讲，这些事情，现在已经是7月底，今天7月31了。对。然后8月9月，因为他的交叉诘问，其实那个诘问也差不多了。对，续压是2个礼拜，是啊，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很快就会发生了。不要预测，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再续压。对啊，这个交叉诘问完，9月底10月，对啊，就可能会开一个交保金，就看他要不要出那个交保金就出来。但重点还是在于说，所有人我们都可以知道那个时间点可能会发生这个事情。那请问我们现在，比如说。所有国民党，包括叶元之徐巧芯人家反问他，你是不是感谢小草？对，谢谢小草，必当涌泉以报，何时以报？民众党心中期待什么？2026以报嘛。你不能寄望2028以报吧？不是，但是国民党这些人呢，他会不会说，我823你的公投来，哇，我涌泉呐，我这边有多少里长通通叫来？这时候不见得要涌泉呐。但是他们就说，你看我现在就涌泉了那之后就没有，就干涸了，之后就没有涌泉，就没有涌泉了就自然干涸那个泉已经喷完了，这个就是问题之所在。那你如果这样，大家要翻脸吗？对。如果你真的这样玩，823就算是涌泉完了，那
黄国昌怎么会接受？就算黄国昌好吧，如果你换一个给我。换一个县市给我，我也许能接受。小草怎么会接受？那么多的议员怎么会接受？这不是他们期待的。我们当初挺你国民党，可能各区你们国民党都提 N， 让我们民众党加1嘛，这是他们的想象啊。结果2026应该1月份要瞧的这个事情啊，就蓝白有差不多那个时间，因为蓝营要马上在2、3月准备他们的初选，要确定要不要让嘛。这个事情会不会在今年还没有柯文哲还没有出来？应得功德全部耗尽了，怎么办？这个事情它其实不是说我们现在签什么合约哦，解读的问题。如果我们想要10月出来，柯文哲说啊，你那个当初怎么这样就给人家这样混过去了，823就给他混过去了啊，我们帮他帮成这个样子，你们怎么让他这样混过去？这个黄国昌也承担不起，其实他奉献真的很多啊，他也承担不起啊，对啊，怎么会？我要跟你请问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包括民众党现在办的很多活动，现在就连823，你刚刚不是讲说他们那个公投会有40场造势啦，什么这些，对，那他们第一场开始也是从土城，是黄国昌在这次整个726投票以前最后一天晚上，那国民党活动结束以后。他也是搬了一张桌子，就在土城前面，对，然后一个人，然后直播这些，对，所以显然柯文哲的那个精神领袖的力量还是在，一直都在。到底现在民众党组成，不管是小草、冲粉或是什么这些，到底哪一边比较多，或什么分得出来？还是其实是我们外界想多了？人家真的没有这样分。我觉得具体那种非常狂热的小乐小松不多，但会有很多在外面去听他们在讲什么的人。比如他们释出一个消息，高虹安又被司法迫害啦，司法不公啊，司法黑暗。比如说今天高虹安啊，对，今天高虹安是另外一个案子，对啊，他跟陈时芬互告的那个案子，就诬告输了2审诉，有蛮大的可能需要蹲一下。但是呢，这个事情小草真的是。第一波的小草，核心小草解释出来之后，广大人会不会买单？老实说，我们时代力量在新竹的根基是比较大。我们这次罢免之后，我们听回来的声音啊，的确有蛮多的新竹人认为柯文哲、高虹安被不当的司法对待，而且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所以他们真的是不讲话，他们不会跟他起哄，但是呢，他们会因为这样去投票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你就会觉得国民党现在说对，我会赚到，可是有一天双方谈崩了呢，这些票会怎么走？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说是很大的考验。请阿寿，请阿寿来，你的判断。差点你在叫什么？很久没有叫你这个。你应该对于包括柯文哲在这里面的影响力跟甚或应该说对国内政坛未来，因为蓝白合一定要上柯文哲这一席啊。柯文哲出来可能要先找黄国昌说外籍嘞，怎么会？什么钱啊？就是他的这个总统政治现金啊。为什么？那四杀猫最近不是踢爆吗？就是监察院啊，简单来讲就是监察院就是说，因为柯文哲总统政治现金就是申报不实啦啊，所以就说应该是要没入还有加罚款的话，应该要没入6000万嘛。就赫然发现说，去年的一整年呢哈，就是柯文哲不在的时候已经被花了3200万了，只剩下2800万。那当然四杀猫这几天列了很多的细节啦，哈，就说非常奇怪。那为什么柯文哲不在？柯文哲的政治现金啊，包括他今天一个最新的啦，他就说去年11月哈，民众党有带队去澎湖玩了3天，然后这个也还有办了一个壮世代的讲座。那这件事情不是应该是民众党的这个党费，你们自己的党应该说他不是有政治那个政党的政党补助金，应该政党补助金自己出啊？那你怎么会去花到柯文哲的总统的政治现金呢？是带队去澎湖玩玩3天那还有包括陈晚会就是也是说从柯文哲总统政治现金这样出嘛。那另外他今天有列出啦，包括说这1年来民众党所办的任何的活动，不管你去声援柯文哲也好，或是他自己办的一些什么这个反罢免的活动也好，他所有的什么音响啦、公关啦，还有舞台啦什么，全部都是总统的政治现金。那如果柯文哲不在，他那个章啊，比如说他已经有帮他管账的人，你总要柯文哲的这个章吧，因为是柯文哲的政治现金嘛，去都位啊，谁帮他盖那个章？对啊，黄上有回应这一块吗？目前没有，而且这个钱还继续到了众望，还继续到了木可，最不可思议的那个钱还继续到了木可，所以还非常的夸张。所以
这件事情，我觉得第一个啦，哈，当然就是柯文哲出来可能会说，再不出来的话，外景去抖，这是一个啦。洪昭一定有他的道理或解释。是啦，好了，这个不用替他担心啦。那第二个就是说2年条款啦，现在就是说，虽然黄国昌还是延续他的基调嘛，就是说这个2年条款已经，可是大家。包括这几天啊，就是有跟民众党朋友在聊，他们都认为说到最后啦，一定还是由下而上，就是说要废了2年条款。对，那这个柯文哲出来之后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啊。我当时定的这个2年条款为什么就这样没了？对，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出来会是一个新的局面的开始啦。OK， 那现在对我们来讲，整个国际大家刚刚聊到包括关税一些问题。大概就这几个钟头吧，其实也差不多就该公布了。到底，尤其公布完以后，大家刚才经过来宾的讨论，你才知道原来重点会又回到立法院，因为我们跟美国这个地方就算谈完了，因为有缔约的关系，要回到立法院，大家的焦点又摆回到立法院。可是最近来看的话，我们在包括外交各方面，是不是确实也碰到了一些的状况？然后包括赖清德总统，当然府方就告诉你说，我们没有确定要出访或什么。可是国外的媒体当然就会讲说，你不管是不是因为老共的压力，不管是过境的问题啊或什么，包括我们的国防部长顾立雄本来是6月要访美，那过程当中有没有因为中国一些压力？这所有这些吴真，所以对我们来讲，当然台湾处境一直都很难。可是这些你看，像包括裴洛西他们都直接讲说，所以川普是再往下这样，他会宠坏了老共那个地方，对我们的处境就会更不利。最近有好几篇都类似像这样一些的国际的文章，你们会怎么样看？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不，因为有时候这些新闻说实在，当然我相信啊，因为爆出来最近一些媒体都是国际上很权威的媒体，是，比如说 Financial Times， 我相信他一定有找到一些消息源不然不会没事乱讲。可是这个消息源到底是哪来的？说实在，我们也无从考证起。那站在我想执政党，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明啦，因为包含说其实府方这边也有说明，就是说。确实啊，外交部是每年都要帮总统排一些出访的计划。那也确实之前有一些方案送给总统了，正在做这个评估啦。但是包含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7、8月，一个事情是关税谈判进入最后尾声，一个是现在是灾情还没救援完，所以本来就不太会在这个时间，你选在这个时间点，你说这么多国内重要大事在发生，然后你人不在台湾，其实不太会去做这样的判断啦。那再来事情是说，这几天包含大家也看到说，Scott Bessent 这个美国财政部长 AIT 大家都有出来一些官方的这个。官方的表态啦，就是否认有这件事情没有拿这个赖清德总统的出访去谈，或没有这个事情如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消息面的澄清啊。但是讲回来是说，好，那我知道大家会很关心这个，因为还是川普的这个不确定性啊，或者说他主动性很高啊，所以大家当然。其实这川普上台以来就这种声音一直存在，就是说，会不会美国政府川普这么喜欢谈判，他把台湾的利益、台湾的一些基本立场让出去？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说这整个政府，就是说川普政府他的逻辑来看，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掀起这整个的关税战？其实这搞了这几个月，其实最终现在已经很明显嘛，他最终还是。剑指中国而来，因为他要把包含说，其实最近我看到美国持续的释放讯息 ，Bessent 跟中国说，希望你们改变你们国内的产业模式啊，从生产为主变成消费为主啊，那希望这些生产的基地要移回来美国。所以你从他一路的逻辑，我觉得整个川普政府他的逻辑还是清晰的。从 Stephen Barron 讲说这个海湖庄园的方向如何，其实他。最终还是不论是房洗产地，不论是古业制造业回流，它还是要强化美国在作为世界的我们讲说第一强国好了，它面对中国的时候战略竞争力，它要维持它的战略领先优势嘛。所以我觉得，既然美国已经不惜跟全世界发起关税战，不惜去施压全世界，叫你日本啊来美国投资，欧盟来美国投资，我就是要把我的制造业强化起来，我就要把我的造船、我的钢铁、我的制药、我的半导体移回来，就是为了不要有产业链的环节掐在中国手上。那你说他费尽心力走了这一大圈，到最后把台湾卖去给中国双手奉上，有这种可能吗？我认为是不可能，没有这个逻辑。
包含说，其实最近我看到美国持续的释放讯息 ，Biden 跟中国说，希望你们改变你们国内的产业模式啊，从生产为主变成消费为主啊，那希望这些生产的基地要移回来美国。所以你从他一路的逻辑，我觉得整个川普政府他的逻辑还是清晰的。从 Stephen Miller 讲说啊，这个海湖庄园的方向如何，其实他最终还是不论是房洗产地，不论是古业制造业回流，他还是要强化美国在作为世界的我们讲说第一强国好了，他面对中国的时候战略竞争力，他要维持他的战略领先优势嘛。所以我觉得，既然美国已经不惜跟全世界发起关税战，不惜去施压全世界，叫你日本啊来美国投资，欧盟来美国投资，我就是要把我的制造业强化起来，我就要把我的造船、我的钢铁、我的制药、我的半导体移回来，就是为了不要有产业链的环节掐在中国手上。那你说他费尽心机走了这一大圈，到最后把台湾卖去给中国双手奉上，有这种可能吗？我认为是不可能了，没有这个逻辑的。OK， 但是其实大家从关税，从川普的态度，我就跟他讲，其实有很多人到最后要琢磨的是，你到底对于美中台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因为长期以来在国内都会有，如果两岸之间有任何一个状况，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更重要的是老美到底会不会驰援？大家都要从这个地方看出一些端倪啊。老美现在看起来这1年多的想法就是，有办法自己先处理，该买的东西买足买齐，买好，然后该服的兵役呢服齐服满啊，服好，那你这个说有这个足够的嚇阻力量的时候，对于外力的驰援这部分的需求就降低嘛。我觉得看起来他这1年多的施压大概就是这样，包括买各式各样的武器，你看最近有要再去买，国防部还要再采购5万架的无人机，5万架，这个数字很多，很多。那到底我们有没有足够的人力去做相关的操控？这都是很大的问题啦。但是当然，川普这些做法，但是要跟中国大陆竞争，因为中国大陆给他的这个竞争压力是大的，是大的，所以他必须想办法把自己国内的这种产业啊，包括 AI 的算力啊等等，统统在自己美国手上。包括台积电去美国设厂，也是这个概念，也是在概念生存。但是美国在这个时候会跟中国大陆采取什么样一个模式来互动？我觉得是我们特别要注意。我们现在的决策者，他把这个对于美中台关系的想象，我觉得很大的时候还是放在裴洛西来台湾的那是大概几年前，3年前。2021年，大概还放在那个时候，以那个时候的美中台的关系作为我设算的基础。但是现在情况已经改了，大家从来没想到，川普对于中国大陆，常常想法是改来改去啊。今天大家到底是习近平邀请他去中国大陆，还是他自己想去？他这个方面都是斤斤计较。还有大家也没想到，美国会跟中国大陆一谈再谈，还要再延后，再延3个月。那这样对于其他国家，你看欧盟之前就30%，毫不客气，毫不客气。然后上个礼拜前2天才谈说15%，但其他欧盟领袖，西班牙总理讲说我会没有热情的支持这个决定，就是其他国家很无奈嘛，就你这谈结果很无奈嘛。那德国也是不作声啊，不作声。所以其实大家面临到很多川普的压力，其实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所以我们不能一厢情愿说啊，川普为了会跟中国大陆竞争，要赢过中国大陆，所以会给很多 favor 给台湾。现在看起来这半年情况就不是如此了，所以这是劝告这民进党，就现在美中台关系的设算基础不能放在裴洛西时代，因为大家都在改变，美国国内也在改变啊。如果说我们一直放在裴洛西时代，用裴洛西这种概念去设算未来美中台关系，那我觉得中间的问题还会很多。OK， 但姚明，国际之间的事情，说实话，有很多事情会物极必反。美国一直都很挺以色列。但是从去年开始吧，加萨走廊一系列的事情下来，其实通常你说不管那个安全理事会怎么投票，反正一定不会过嘛，因为美国一定会挺以色列。但因为加萨走廊那件事情，已经让全世界很多国家看不下去了。川普也终于讲说，不是，你怎么会把加萨走廊搞成这个样子，要人道救援或什么？所以现在有很多像我看媒体上，英国、法国已经出面讲说，他们接下来会承认巴勒斯坦。再来，连加拿大也出面发出这样一些声音，这某种程度就大家看不下去了吗？没错，其实这个川普总统他表态他是特别针对加萨走廊的饥荒的问题。那饥荒是怎么造成呢？就是因为以色列是封锁加萨走廊，那他没有办法，这个外面的物资没有办法运进去，那他就没有办法自给自足的话，那当然里面就是没有食物可以吃嘛。
川普为了会跟中国大陆竞争，要赢过中国大陆，所以会给很多 favor 给台湾。现在看起来这半年情况就不是如此了，所以这是劝告这民进党，就现在美中台关系的设算基础不能放在裴洛西时代，因为大家都在改变，美国国内也在改变。如果说我们一直放在裴洛西时代，用裴洛西这种概念去设算未来美中台关系，那我觉得中间的问题还会很多。OK， 但姚明，国际之间的事情，说实话，有很多事情会物极必反。美国一直都很挺以色列。但是从去年开始吧，加萨走廊一系列的事情下来，其实通常你说不管那个安全理事会怎么投票，反正一定不会过嘛，因为美国一定会挺以色列。但因为加萨走廊那件事情，已经让全世界很多国家看不下去了。川普也终于讲说，哎，不是，你怎么会把加萨走廊搞成这个样子，要人道救援或什么？所以现在有很多像我看媒体上，英国、法国已经出面讲说，他们接下来会承认巴勒斯坦。再来，连加拿大也出面发出这样一些声音，这某种程度就大家看不下去了吗？没错，其实这个川普总统他表态他是特别针对加萨走廊的饥荒的问题。那饥荒是怎么造成呢？就是因为以色列是封锁加萨走廊，那他没有办法，这个外面的物资没有办法运进去，那他就没有办法自给自足的话，那当然里面就是没有食物可以吃嘛，那他只能那边的这个所谓的难民就只能去所谓的食物的领取站。结果呢，更过分的是什么？有些食物领取站开张之后呢，很多人这个千里迢迢走过去领取的过程被攻击，被以色列军队攻击。所以光是6月份就有800人是因为要去领食物被打死，就是被军队攻击。你看那些画面，你很难想象那个画面里面所有那个领取的那些人的那个画面。没错，联合国的秘书长他讲了一段，我觉得看到那个报道我都觉得很难想象怎么会有人。他说那边的孩子，那些小朋友，他告诉他们去领的粥他们是拿一个那个类似塑胶盆这样子去领，然后他都是给他们粥，那都是汤汤水水的，吃不饱，那他们都有营养不足的问题，所以他们跟他们联合国的这些志工是讲什么呢？他说：“我可不可以去天堂？那边好像有东西吃。”就这群孩子们讲出这样的话，所以川普总统他在苏格兰，当然看起来是一个很高级的这个俱乐部，是，然后他们终于想到了，在加萨走廊有一群难民很辛苦、很尖酸的在过着这样的生活。那他说，呼吁以色列一定要把食物交给这些难民手上。就这个外媒的报道，超过100个人道组织都希望把物资送进加萨走廊，但是谁在控管？还是以色列政府。以色列政府每天都跟外界说，我们都有把食物送进去，但是就如同我刚刚讲的，如果是因为他还是变成说他握有权力了，他变成说他来控管这个区域人的死活的时候，我觉得以色列政府真的是，如果当川普总统都开口了，真的应该做一些比较积极人道的作为了。OK， 刚才镜头旁边那些所有的画面，你看了一定不忍卒睹。因为那个过程当中，包括加萨走廊，然后所有那些人面临到那些几乎是完全不人道。为什么全世界有这么多国家现在开始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的反弹？对以色列来讲，要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加萨走廊，他可能面对到的是接下来会有很多国家在政治上做其他一些的表态。好，那对国内来讲，那对我们自己国内来讲的话，看起来大家这几个钟头慢慢在等待着，就是接下来过了几个钟头以后，那应该是我们跟美国会有一个联合的声明。那个声明出来，我们的关税到底是多少%？但除了这个以外，如果这个合约要送到立法院去审议的话，显然所有的委员一定还会看的是，我们除了这几%的关税以外，我们在过程当中跟美国之间的协议还有哪一些？刚讲到的有没有投资？有没有什么？那未来在立法院里面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水妹妹》，我们明天见，拜拜。